據說我見過最大的死人堆，您猜有多少人？哦，在利比亚，在伊拉克。伊拉克。雅兹迪人的死人堆。哦，3万人。啊！整个山谷都是臭的，就是真的，就整个山谷给填平了。哪年的事？15年。15年。15年还这样？03年就结束了伊拉克。但是伊拉克。سيد الرئيس نذبح تحت يافطة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سيد الرئيس لحد الآن 500 شاب ورجل يزيدي. أنا أناشدكم باسم الإنسانية باسم الإنسانية أن تنقذونا. سيد الرئيس أريد. شكرا جزيلا شكرا جناب النائب السيد عباس البيات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伊拉克议员维安达希尔2014年在国会上发言的画面。作为伊拉克议会中唯一的雅兹迪人代表，他的同胞彼时正遭受着一场系統性的種族滅絕。他呼籲政府採取緊急行動，並向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發出緊急求援信號，希望引入人道救援和軍事干預。發言中，他多次泣不成聲，幾乎無法繼續，但仍強忍着情緒完成了演講。就在那一刻，全世界第一次通過媒體聽到了來自辛加爾的真實聲音。他公開指責政府和軍方在辛加爾失守後對少數族裔的拋棄，痛斥當局的無動於衷。該視頻畫面一經發布，迅速在國際輿論中擴散，成為推動全球注意力轉向雅茲迪人危機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府在數日後宣布對伊拉克採取空中支援，以緩解危機。雖然不能將這一切單獨歸功於那次發言，但它確實成為外界感知辛加爾地區雅茲迪人悲慘處境的重要出發點。每當聽到慘無人道或滅絕人性這樣的詞彙，人們首先會想到什麼？是德國納粹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還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不過，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在人類現代史上還存在一個更加極端、更加殘暴的恐怖組織。單就其殘忍手段與製造恐怖的程度而言，絲毫不遜於前者，但如今卻鮮少被人們提及。就連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都對其避之不及，它被稱為恐怖組織中的恐怖組織。澳大利亞前總理托尼·阿伯特曾公開批評其恐怖行徑比納粹更為惡劣。以兇殘著稱的墨西哥毒梟，在他們面前連小學生都算不上。這就是全球最臭名昭著的宗教極端主義恐怖組織 ISIS。他們自稱伊斯蘭國或哈里發國。如果說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挑戰的是人類的心理防線，那麼 ISIS 挑戰的則是人類生理與道德的雙重極限。他們把恐怖電影與驚悚小說中才會出現的罪惡場景真實地搬進了現實，以令人髮指的手段踐踏着人類文明的底線。由於其牽涉到宗教與倫理的敏感話題，主流媒體鮮少對該組織的行徑展開深入剖析。即便在互聯網相對寬鬆的環境中，許多創作者也對這一領域敬而遠之。大多數人只聞其名，卻不了解該組織究竟是如何崛起，又犯下了怎樣的滔天罪行。2015年，勢力如日中天的 ISIS 以哈里發國之名橫掃中東。2025年，它的疆域化為塵土，只剩下殘餘勢力在廢墟間苟延殘喘。10年興衰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波瀾，但其所犯下的累累罪惡卻足以被永久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大家好，歡迎來到邊緣紀錄片。本期內容將以2015年獲獎戰地紀錄片《突破重圍》為線索，在有限的鏡頭尺度內，結合多方史料與真實影像，為大家梳理發生在2014年12月份 ISIS 武裝在伊拉克北部與當地民眾之間爆發的一場大決戰。這場戰役不僅挽救了大量雅茲迪難民免遭屠戮，也成為 ISIS 瘋狂擴張道路上的關鍵轉折點。該紀錄片以觀察者視角，不僅真實記錄了當時被伊斯蘭國武裝嚴密包圍下的辛加爾地區，還展現了當地民眾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如何救助難民、組織民兵反擊，並最終在多股武裝力量的支援下奇蹟般扭轉戰局的故事。2014年8月，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對伊拉克北部重鎮辛加爾發起了進攻。當時氣焰正盛的 ISIS 勢如破竹，短短數日內便迅速佔領了辛加爾及其周邊大部分地區。這裡距敘利亞邊境僅約50公里，是伊斯蘭國兩個核心據點拉卡與摩蘇爾之間的重要通道。他們依賴這條走廊進行人員、武器和物資運輸，因此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被視為必奪之地。
辛加爾作為雅茲迪人聚居與信仰的核心地區，當時約有30萬居民，其中大多數是雅茲迪人，佔比接近90%，另有少量庫爾德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伴隨着 ISIS 的入侵，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也隨即爆發。驻守辛加尔的伊拉克政府軍和庫爾德武裝的撤退，讓手無寸鐵的雅茲迪平民毫無防備。ISIS 武裝對雅茲迪人種族大清洗也是從此時開始。短短數日內，大約5000名成年男子和老年人被直接處決，男孩子則被強制擄走進行訓練和洗腦，淪為日後進行自殺式人體炸彈的犧牲品。約7000名婦女和女孩子遭綁架後被迫成為性奴隸，他們均為人妻或女兒。這些人質被極端分子視為戰利品，他們會被相互交換或當作商品出售。一些容貌不算出众的女子或者受傷生病的會被他們賣到奇觀黑市，每個人價值6至7萬美金。在 ISIS 極端分子實施種族大清洗期間，超過2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其中約有5萬難民躲進環境惡劣的辛加爾山及周邊地區。逃亡途中因飢餓、脫水或暴曬而死亡和失蹤的平民總數，保守估計約為1萬人。伊斯蘭國針對雅茲迪人的行動直接或間接產生的難民總數約為50萬。這也是視頻一開始雅茲迪女議員維安達希爾在議會上向全世界發出緊急求援的原因。雅茲迪族人由於在語言和民俗等方面與庫爾德人高度一致，被一些學者歸屬為庫爾德人的一個分支，但他們擁有自己獨立的宗教信仰，這與庫爾德人主流信仰的遜尼派伊斯蘭教截然不同。ISIS 基於其極端的宗教意識形態、戰略和經濟目的等原因，對雅茲迪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近些年來，不斷有大規模被處決的平民亂葬坑被發現，但該組織的罪惡遠不止這些。聯合國譴責 ISIS 在辛加爾地區的累累暴行是人道主義的悲劇。他們不但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和異教徒進行肆意屠殺，即使是與該組織同屬伊斯蘭教遜尼派的人，一旦對 ISIS 的極端政策發出質疑或抗拒，同樣會被視為叛教的民族主義者，遭到極不人道的清除。ISIS 的極端殘暴和泯滅人性，連其他恐怖組織都難以容忍，紛紛選擇與其劃清界限。雖然 ISIS 曾是伊拉克基地組織的一個分支，但基地組織時任最高領導人扎瓦希里宣布與 ISIS 斷絕一切關係，指責其違背伊斯蘭教義，制造了太多針對無辜平民和穆斯林的暴行。在敘利亞，基地組織旗下的努斯拉陣線與 ISIS 發生多次武裝衝突；而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權後，將伊斯蘭國的分支呼羅珊視為頭號敵人，並公開表示要對其進行清剿。雙方多次交戰，甚至比與美軍的衝突還要激烈。在加沙地帶，哈馬斯也曾公開批評 ISIS 對平民和其他穆斯林的屠殺行徑。黎巴嫩真主黨則稱其為野蠻匪徒，並直接派兵在敘利亞與其作戰。自2014年8月份 ISIS 入侵以來，短短數月間，辛加爾幾乎淪為空城，恐怖與絕望的氛圍彌漫全境。在這場人道主義災難中，部分雅茲迪人自發組建民兵，試圖守衛家園。然而，面對彼時實力正盛的伊斯蘭國，駐守當地的官方武装力量庫爾德佩什梅格和伊拉克軍隊選擇了撤離，這使得日益強大的 ISIS 更加肆無忌憚，防線迅速崩潰，平民生活陷入絕境。缺乏外部支援的雅茲迪民兵只能孤軍奮戰，依靠游擊戰術在山地頑強抵抗。在被圍困的初期，美軍最先向辛加爾山空投了物資，包括瓶裝水、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隨後，英國與法國也加入了空投行動。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通過協調，利用美英法3國提供的空中通道，也陸續將人道物資送達。在這期間，伊拉克庫爾德武裝佩什梅格積極介入救援，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庫爾德武裝也跨境參與到了針對雅茲迪人的援助當中。旅居海外的雅茲迪僑民也通過籌資與協調提供了間接援助。可以確定，如果沒有各方力量的緊急介入，辛加爾山上的數萬雅茲迪人幾乎不可能幸存。然而，隨着後期 ISIS 援軍的陸續抵達和駐防力量的全面穩固，他們對該地區的封鎖日益嚴密，
使得所有外部支援都變得愈發困難和致命。儘管如此，仍有一條岌岌可危的生命線承載着難民們的全部希望。这架直升機是辛賈爾連接外界的最後紐帶，攝影師也是通過該空中線路才得以進入難民區進行拍攝。空間有限的直升機每天至少1趟，才能勉強維持難民和民兵的基本生存需求。但在過去1周，惡劣的天氣使直升機無法升空，導致大批難民的補給徹底中斷。進入12月後，辛賈爾氣溫驟降，時斷時續的空中補給讓人們生活雪上加霜。在被圍困早期，庫爾德士兵曾為難民開闢了一條逃生通道，使絕大多數雅茲迪人得以逃脫。但在9月底，ISIS 極端分子又重新奪回了這條走廊。由於裝備落後、彈藥短缺，庫爾德士兵在遭遇猛烈攻擊後被迫撤回山區。未能及時逃離的數千個雅茲迪家庭被困在辛賈爾山附近的村莊和有限的水源地周邊。雖然環境荒涼貧瘠，但易守難攻的地形使其成為雅茲迪民兵與其他反抗力量的根據地，也是辛賈爾最後一片未被佔領的土地。每天清晨，雅茲迪人都會迎着初升的太陽虔誠祈禱。他們的信仰體系獨特而複雜，常被稱為雅茲迪教。它既非伊斯蘭教的分支，也非基督教或猶太教的直系延續，而是一種融合了多種宗教傳統的古老信仰，主要流行於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社區。但在宗教極端主義組織 ISIS 的眼中，雅茲迪人被污衊為魔鬼的崇拜者。他們面臨的選擇，要麼皈依遜尼派伊斯蘭教，要麼被處死。今天早上，主持祈禱的是一位雅茲迪牧師，他告訴記者，這裡急缺食物和藥品，以及過冬所需的一切物資。然而目之所及一片荒涼，眼下空中線路是維繫他們生存的最後希望。直升機在運送物資時必須穿越 ISIS 控制區，面臨極高的被擊落風險。再加之惡劣的地理環境，讓這條本就脆弱的補給線可能被隨時切斷。面對苦難，他們只能聽天由命。在辛賈爾山上，儘管信仰不同，但當地村莊的每家每戶都在竭力收容難民。所有人都親歷了這場大屠殺，數以千計的遇害者被拋屍荒野。一名當地村民告訴記者，即便是牲畜，也不該被如此對待。他懇求國際社會施以援手，因為這裡已經被徹底包圍。種族滅絕的恐懼如影隨形，就連人們最後的心靈寄託也未能幸免。Kemana perginya para lelaki yang akan memenuhi seruan ilahi。 作為文化滅絕策略的一部分，極端分子使用炸藥摧毀了雅茲迪的宗教聖地和先輩的陵墓，人們的境遇正在被一步步逼向絕望的邊緣。此刻山下的辛賈爾城和周邊村莊已經全部淪陷，敵人就把守在這條路的盡頭。難得的好天氣，一名屋頂放哨的民兵正在保養武器。孩子們的世界總是充滿好奇，他們詢問父親是否會像達伊莎那樣隨意殺人。他告訴孩子們，槍是用來趕走壞人的，到那時他們就可以安全地回到學校。不過孩子們聽說有人要摧毀學校，並詢問道，大人是否會去學校殺人？父親顯得有些錯愕，經過確認後，他溫和地告訴孩子，學校是快樂的地方，大人會帶他們重新回到學校，在那裡可以學習閱讀、寫作和了解這個世界。他們長大後將成為教師、醫生或者工程師，並有機會擁有屬於自己的好生活，買得起許多美好的東西。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雅茲迪民兵並沒有消沉。幾個月來，他們一直在積極備戰，策劃反擊。在敘利亞人民保護部隊和庫爾德工人黨的協助下，由雅茲迪人組建的辛賈爾抵抗部隊完成了重要擴充和結構調整。坐在3人中間的德爾謝是這支隊伍的指揮官。面對鏡頭，他語氣平靜而堅定地說道，達伊莎通過各種殘忍手段在全球散布恐懼，但戰爭不應該通過恐嚇平民來進行，並強調這對雅茲迪人來說非但無效，還會激化仇恨。如今他們正在以正規部隊的標準進行訓練與備戰，力求把傘兵式抵抗轉變為有紀律、有組織的保衛行動。這是雅茲迪人歷史上第一次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為阻止種族滅絕，
他們選擇團結，哪怕要付出極大犧牲。雅茲迪人雖然保守，但在關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傳統的性別分工被打破，女孩子們也拿起武器參與戰鬥，這在辛賈爾也是史無前例的。這支新組建的隊伍目前正在招募士兵和積極尋找盟友。德爾謝說，儘管圍困初期已有不少雅茲迪人自願加入了抵抗隊伍，但仍有部分同胞還在觀望與猶豫。他需要說服這部分人參與戰鬥。今天，一支來自其他地區的民兵組織抵達辛賈爾尋求合作。剛刮掉鬍鬚的德爾謝精神煥發，顯得神采奕奕。他向客人介紹道，辛賈爾抵抗部隊目前能夠調派的士兵大約150人左右，如果加上友軍人民保護部隊的兵力，總數約300人。德爾謝坦言，要想展開對 ISIS 的全線反擊，這點兵力還遠遠不夠。德爾謝的部下伊卜拉欣對客人表示，如果對方願意站起來反抗，辛賈爾抵抗部隊將義無反顧地與他們並肩作戰。伊卜拉欣強調，不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只要是以人民的名義加入戰鬥，他們都隨時歡迎。明天，他將與德爾謝繼續前往附近村莊招募士兵，願意加入隊伍的，他會記下對方的聯絡方式。如果反攻時機成熟，他們會以民兵組織的名義召集所有士兵集結。雙方的合作很快便達成一致，反攻的日程也基本敲定。就在客人準備起身離開時，儘管物資緊張，德爾謝仍盛情挽留他們共進晚餐後再啟程。全面反攻的計劃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這些年輕的雅茲迪士兵每天都在接受嚴格的專業訓練。22歲的德爾西姆在加入辛賈爾抵抗部隊之前是一名理髮師。他告訴記者，在打伊莎入侵後，他和家人逃到山上尋求庇護。他的5個姐妹和2個兄弟也都加入了辛賈爾抵抗部队。女性參戰在 ISIS 眼中是對男性統治權威的挑戰，也直接反擊了其極端性別觀念。雅茲迪女性直面敵人，參與戰鬥，這讓他們長期被束縛的傳統思想逐漸得到解放。他們的勇氣也激勵着更多雅茲迪傳統女性開始覺醒，敢於正視壓迫與不公。24歲的貝洛東曾是伊拉克政府軍的一名士兵，現在他加入了辛賈爾抵抗部隊，並擔任雅茲迪敢死队的指揮官。他剛剛收到了前線偵察員的情報，反攻時機已然成熟。接下來，他将帶領自己的小隊與各路人馬會合。此戰成敗關乎全局。經過數月的圍困，此刻雅茲迪士兵整裝待發，為大反攻做好了充分準備。日前，2支分別來自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庫爾德武裝力量也已成功進入了伊拉克北部山區，並與辛賈爾抵抗部隊會合。他們的目標是奪回 ISIS 勢力控制的辛賈爾城。如果此戰告捷，不僅能直接斬斷伊斯蘭國在摩蘇爾與拉卡之間的補給通道，更將成為伊拉克北部反恐戰爭的轉折點，為飽受屠殺與奴役的雅茲迪人帶來生存的希望。此外，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聯軍也將為此次反攻提供關鍵支持，包括空襲、情報偵察以及摧毀 ISIS 的工事和補給。畫面中的這名女戰士只有20歲。當伊斯蘭國對辛賈爾地區的雅茲迪人實施種族滅絕時，她失去了所有的親人。此刻，解放家園的怒火已經蓋過了內心深處的傷痛。為了這一刻，他們已經等待得太久了。雖然所有人的神情看似都帶着一絲輕鬆，但這僅僅是對仇敵的蔑視以及對勝利的堅定信念。在長期壓抑與痛苦的煎熬之後，出征意味着一切都將得到清算，血債必將血償。與此同時，來自各地的庫爾德武裝部隊、伊拉克政府軍以及國際聯盟等軍事力量也已集結完畢，大決戰一觸即發。目前，辛賈爾城內盤踞着至少數百名 ISIS 武裝分子，城外各戰略要點也均有重兵駐防。想要攻占整個城鎮及周邊村莊，庫爾德士兵必須首先拿下眼前這座山丘。這裡不僅是戰鬥初期的關鍵戰略要地，更能俯瞰整個辛賈爾城。儘管有重兵把守的山丘易守難攻，但庫爾德士兵士氣高昂，援軍不僅為他們帶來了充足的彈藥補給，還配備了多種現代化輕型武器，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米蘭中程反坦克導彈。它是由法國和德國在20世紀60年代聯合研制，並於1972年投入使用。憑借優異的便攜性、操作簡單、精度高和殺傷力強等諸多優勢，使它在冷戰期間和之後的局部衝突中有着非常廣泛的應用。這批裝備正是國際反伊斯蘭國聯盟向伊拉克庫爾德武裝提供的軍事援助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着援軍的陸續抵達和關鍵武器及物資的就位，這場反攻的序幕正式拉開。來自各武裝力量的指揮官正有條不紊地部署着作戰計劃，士兵們摩拳擦掌。數百米開外的紅房子及周邊是 ISIS 武裝分子守衛山丘的臨時營地。雅茲迪敢死队在迫擊炮的掩護下開始向山頂推進。作為新加爾城的門戶，奪取此處制高點將使 ISIS 武裝分子無處遁形。對手顯然也深知這一點，從激烈的交火聲中不難判斷，啃下這塊硬骨頭並非易事。不過，聯合了多方武裝力量的庫爾德戰士在火力上佔據明顯優勢，近乎飽和式的全方位槍炮打擊讓敵方陣地濃煙滾滾。最終，敢死隊僅花了1小時便拿下了這個山頭，10名 ISIS 武裝分子當場斃命，其餘敵人則在庫爾德士兵攻入陣地前倉皇撤回山腰臨時營地。參與此次前線攻堅任務的23名雅茲迪戰士暫時無一傷亡，他們想趁熱打鐵，一舉端掉武裝分子設在山腰的臨時營地。雙方之間的交火距離僅60米左右。山下的庫爾德支援力量也在此時迅速做出反應，使用重型機槍對 ISIS 所在區域進行掃射，為山頂的雅茲迪敢死隊提供火力支援。在攻占山頂陣地時，士兵們抓到一名受傷落單的俘虜，並從他口中獲取到一些重要情報。好消息是，庫爾德武裝掌握了敵人的數量、分布以及武器裝備情況。但壞消息是，一旦新加尔城失守，極端分子會在撤退時處決所有被關押的平民，其中大多是被他們擄走的兒童和婦女。這2名剛從前線解救下來的孤兒，一個12歲，另外一個僅3周大，是個尚未滿月的男嬰。他們暫時由一名雅茲迪女戰士照料，她剛給男嬰餵了糖水。夜晚來臨時，戰鬥仍在持續。庫爾德武裝憑借兵力優勢輪番上陣，始終未給敵人喘息之機。剛從陣地撤下來的士兵正通過無線電收聽來自前線的消息，捷報頻傳 ，ISIS 武裝被打得節節敗退。當晚，他們便攻占了設在半山腰的臨時營地。2場小規模戰鬥均以庫爾德武裝的勝利告終，期間僅有1名戰士犧牲。黎明時分，前一天占領的山頭上迎來了首批增援部隊，以防範 ISIS 可能的反撲。隊伍在等待戰鬥指令的間隙得以短暫休整。新趕到的增援士兵中還有一名外國志願者，他叫喬丹·馬特森，今年28歲，來自美國威斯康星州。這位前木工學徒曾在美國陸軍服役了2年。喬丹望向遠處的新加爾城說道：“整個城鎮仍彌漫着硝煙，敵人肯定徹夜未眠。看到壞人受苦，總能鼓舞士氣。遠處的滾滾濃煙是遭聯軍空襲後的遺跡。”喬丹是首位加入敘利亞人民保護部隊的外國志願者，而他的報名途徑是通過 Facebook。 促使喬丹做出這一決定的重要原因是，他透過新聞看到了 ISIS 在新加爾地區的暴行，僅因為信仰不同，大量無辜平民就遭到殘忍殺害。說到這裡，喬丹情緒激動地補充道：“在此期間，世界各大國對 ISIS 的暴行均無所作為。他們聲稱這是伊拉克的內部事務，但喬丹則認為這是全人類的共同危機。如果當權者能夠及時採取行動，在伊斯蘭國發展壯大之前就將其扼殺，成千上萬的無辜生命就不會毫無意義的犧牲。”對於這位遠渡重洋前來並肩作戰的外國人，庫爾德戰士對他格外好奇，詢問喬丹是否獨自前來，隊伍中是否也有女性志願者。喬丹告訴他們，和他一起來的共有12名外國志願者，其中包括1名來自以色列的女性。不過，他們都被分散編入了不同的作戰單位。支援這次聯合反攻戰役的，除了喬丹所在的敘利亞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以外，還有來自土耳其的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队。不過，這支武装被土耳其政府列為恐怖組織，理由是自1984年以來，他們在土耳其境內发動了長期的武裝叛亂和游擊戰，造成了軍警和平民的大量傷亡。土耳其政府認定該組織的目標是分裂國家，雙方因此陷入了長達40年的武裝衝突。但喬丹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該組織的訴求只是想為庫爾德人爭取更多權利。他並不認為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屬於恐怖組織。喬丹指了指身旁的一名戰友說道：“這位戰士曾救過自己一命。”
在一場持續6個小時的突圍戰中，正是他堅守屋頂為隊伍提供掩護，才讓所有人撐到了援軍趕到。期間，敵人發射了8、9枚火箭彈，他身負2處重傷，但仍堅守自己的陣地。此刻，等待作戰命令的每1分鐘都顯得格外漫長。所有戰士都渴望盡快解放新加爾，徹底驅逐侵略者。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國際聯軍的轟炸僅持續了2天便戛然而止。沒有空中支援，地面部隊貿然進攻只會徒增傷亡，因此喬丹所在的隊伍遲遲未能接到戰鬥任務。他跋涉上萬公里，最大的心願就是能親自參與新加爾的解放之戰。如今，漫長的等待讓喬丹愈發煩悶。儘管有戰友的寬慰，但失落之情仍難以掩飾。更令人遺憾的是，解放新加爾的戰鬥，他終究未能親自參與。第2天，喬丹和戰友突然接到了命令，他們被緊急調往敘利亞的另外一條戰線。就在喬丹離開的幾天後，前線局勢日漸明朗，全面反攻的號角即將吹響。作戰指令如星火燎原般從一戶傳達到另一戶。戰士們此刻分散隱蔽在各處民宅中，並迅速進入到戰鬥狀態。與此同時，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同樣利用民宅作為掩體，潛伏在各處防禦要點。那些隱匿在暗處的狙擊手，成為庫爾德武裝推進道路上最致命的威脅。眼下的戰鬥是雙方狙擊手之間的較量，指揮官要求必須盡快清除敵方的隱藏火力。然而任務進展並不順利，攻守雙方始終難以突破對方的防線。突然，一聲尖銳而短促的嘶鳴，敌方大口徑狙擊槍子彈瞬間穿透了牆體，水泥碎塊四處飛濺。但恐懼這名狙擊手僅有咫尺之遙，這次他無疑是幸運的。不過他的位置大概率已經暴露。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躲過厄運，幾乎在同一時間，樓下另一位戰士不幸中彈。戰友們立刻呼叫了救護車，並迅速為他解開防彈衣。經過檢查發現，他左側鎖骨下方被子彈貫穿，傷口觸目驚心，鮮血不斷湧出，很可能傷及了動脈。這位戰士名叫賈米爾，今天是他首次踏上戰場。儘管傷勢嚴重，但他依然神色鎮定，還為戰友加油打氣，鼓勵他們要戰鬥到底。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信仰賦予了賈米爾超越常人的意志力。這裡條件有限，醫務兵在為他緊急止血的同時，也立即安排人手準備將其轉移至後方。短短不到1分鐘，賈米爾便出現了失血性休克的症狀，意識逐漸模糊。戰友的生命危在旦夕，這讓所有人變得愈發憤怒。復仇的怒火仿佛一劑強心針，瞬間點燃了戰士們的鬥志。密集的槍炮聲隨即此起彼伏，響徹戰場。此刻，救護車正在火速趕來，醫務兵不斷呼叫賈米爾的名字，竭力讓他保持清醒。他們所在的位置是一處位於山腰的民宅，救護車若想直接抵達，必須穿越雙方激烈交火的危險地帶。為了確保救護車的安全，也為了爭取寶貴的救治時間，他們當機立斷，決定抬着傷員從小路迂回下山。最近的醫院已經被極端分子控制，20多公里外一家由庫爾德人開設的醫院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由於救護車尚未抵達，焦急的戰友將賈米爾抬上一輛皮卡後迅速啟程。途中，他們與前來接應的救護車成功會合。賈米爾在那裡經過緊急手術後脫離了生命危險。在前線，庫爾德女戰士同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賈米爾被送往醫院的幾個小時後，曾負責照顧他的女兵也不幸負傷。儘管這些戰士來自不同的地區和派別，在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但今天面對共同的敌人，所有庫爾德人選擇了并肩作戰。一名戰士說道：“数千名雅兹迪女孩被強行掳走，而大伊莎對此矢口否認。”另一位戰士則堅定地表示：“無論是誰，只要他真正熱愛這片土地，是一個真正的雅茲迪人，就必須拿起武器與達伊莎的野蠻暴行抗爭到底。”一個男人的榮譽和驕傲，並非只局限於家庭和社會地位，還有祖國和土地。這名與 ISIS 同屬遜尼派的穆斯林戰士則說，僅僅因為拒絕向達伊莎透露難民的信息，他和家人便遭到了殘酷的追捕和迫害。這群庫爾德士兵大都擁有相似的遭遇和仇恨，每個人都自願投身到了這場對抗 ISIS 的人民戰爭。他們憧憬着勝利後充滿希望的未來生活。新的一天，當第一縷陽光穿透晨霧，灑在戰士們肩頭時，仿佛也為這片飽經磨難的土地帶來了勝利的曙光。隨着更多援軍和物資陸續抵達，
新一輪攻勢即將打響，指揮官正在緊鑼密鼓地部署作戰計劃。連日來，多方聯軍的輪番猛攻已使 ISIS 武裝土崩瓦解，大量極端分子被消滅，殘部也已倉皇逃竄。這些被遺落的武器，便是他們倉促撤離時來不及帶走的罪證。不過，城中目前仍有零星極端分子藏匿其中，負隅頑抗。相較於遠距離的炮火對轟，搜剿這些藏身暗處的敵人，則需要面臨更加難以預知的危險。也許是一聲突如其來的冷槍，或是一場短兵相接的生死搏鬥。指揮官罕見地詢問攝影師是否確定繼續跟拍，足見此次行動兇險異常。帶領這次清剿行動的依然是年僅24歲的敢死隊指揮官貝羅東。當他們小心翼翼地進入城區，映入眼簾的是布滿血跡的街道和被炮火撕裂的殘垣斷壁。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前伊拉克軍人，貝羅東雖然年輕，卻身經百戰。在這次解放新加爾城的戰役中，許多高風險的突擊和偵察任務幾乎都交由他來執行。此刻，新加爾的街巷只有戰士們的呼吸和腳步聲在寂靜中回盪。清剿小队的謹慎絕非多餘，因為誰也無法預料潛伏的冷槍會在何時撕裂這份沉寂。盡可能加快腳步，或許是在這種環境下最有效的生存策略。貝羅東一邊提醒戰友保持分散隊形，一邊催促全員加快移動速度。當小隊有驚無險地推進至 ISIS 老巢後，發現這裡已是人去楼空。隨着那面象徵罪惡的黑白旗幟被一把扯下，戰士們壓抑許久的吶喊終於噴薄而出。周邊建築的廢墟中和彈痕累累的街道上，極端分子的屍體隨處可見。不遠處零碎的交火聲提醒搜索小隊危險仍未解除，小規模遭遇戰可能隨時爆發。此刻，貝羅東正帶領一名戰士打頭陣執行偵察任務，為後續的清剿行動搜集情報。暴露在毫無遮蔽的開闊地帶，他們必須加快推進的步伐。在一輛汽車旁，赫然橫陳着一具平民的遺體，這極有可能是敵人蓄意設置的陷阱。透過滿是彈孔的擋風玻璃，這名戰士發現了躲在遠處房頂上的狙擊手。情況危急，貝羅東和戰友必須盡快掩護攝影師撤出這片死亡地帶。當偵察小組有驚無險地轉移至安全區域後，順利與剛趕來的支援部隊會合。就在他們集結的這處民宅內，士兵又發現了2具平民的遺體，是一位父親和他不到10歲的兒子。通過檢查發現，2名遇害者生前曾遭受虐待。貝羅東告訴記者，當這片地區的危險清除後，他們會將遇害者帶走，進行有尊嚴的安葬。此刻，主力部隊也已經趕到，等裝甲車過來後，推進速度將會大幅提升。為了掩護接下來展開的大規模、精細化搜索行動，並鞏固已奪回的街區，指揮官對附近主要路口和街道兩側最高的建築部署了兵力。目前，殘餘敵人的具體分布尚不明確，2名駐守屋頂的戰士被提醒注意隱蔽。貝羅東需要繼續帶領偵察小組擴大搜索範圍。就在他們剛行至第一個路口，便發現了敵人的行蹤。5名 ISIS 武裝分子就在100米外的一處建築附近活動，那裡可能是敵人轉移後的新據點，因此建築內的武裝分子數量暫不確定。為了不打草驚蛇，並力求一次性徹底殲滅敵人，2名指揮官商定後決定採取多路進攻。外圍士兵負責封鎖各個交通出口，防止敵人逃跑；制高點和側翼士兵負責支援。主力部隊則從正面近距離與敵人交鋒。隨着各路部隊依次就位，槍聲驟然響起，新加爾城短暫的寧靜再次被戰火撕裂。ISIS 武裝分子近乎瘋狂的反擊，更像是野獸最後的掙扎，絕望而無力。得益於庫爾德聯軍周密的戰前部署和多路火力的交叉壓制，殘敵已喪失反擊能力。一名經驗豐富的老兵通過前線零星的槍聲，便判斷出戰鬥已近尾聲。此刻的極端分子既失去了屠戮平民時的兇殘，也拋棄了所謂為聖戰獻身的狂熱，早已為自己備好了退路。他們憑借對地形的熟悉，駕駛裝甲車突破了包圍圈。幾名屋頂戰士試圖開火攔截，但並未成功。他們後悔沒把 RPG 帶上來。雖然這場戰鬥未能將敵人全部殲滅，但 ISIS 在新加爾城的最後一個據點已被徹底鏟除。城中現在殘存的敵人大多是些來不及逃跑的傷兵敗將，已不構成威脅。隨着後續地毯式清剿，他們将無處藏身，新加爾城的解放指日可待。自2014年8月新加爾被伊斯蘭國佔領，到2015年11月被完全解放，這期間發生的一系列戰鬥統稱為新加爾戰役。
它是反擊 ISIS 勢力的關鍵轉折點之一，也標誌着庫爾德地區反恐鬥爭進入新的階段。其中，2014年12月由多支抵抗力量聯合發起的這次反攻被稱為第一次辛加爾攻勢。這次行動成功收復了辛加爾山脈的部分區域以及辛加爾鎮的若干城區。參戰的主要力量分為3大類：庫爾德武裝、雅茲迪民兵以及國際力量。伊拉克庫爾德武裝力量佩什梅格約7500名戰士是戰役的主力，由自治區主席馬蘇德·巴爾扎尼親自指揮。與此同時，敘利亞庫爾德人民保衛部隊派出部分兵力跨境支援，而庫爾德工人黨則依托其在辛加爾山區建立的根據地，直接投入了作戰。在這些力量中，辛加爾抵抗部隊是由2014年大屠殺中幸存的雅茲迪人組成。雖然該民兵組織在規模上遠不及庫爾德主力部隊，但他們的頑強意志與象徵意義使其成為這場戰役的精神核心之一。此外，還有辛加爾婦女部隊等多支雅茲迪民兵也直接參戰，他們的身影成為辛加爾人民自救與抗爭的象徵。國際社會的介入則為地面行動提供了決定性支持。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反 ISIS 聯盟在戰役中發動了數百次空襲，精準摧毀了 ISIS 的防禦工事、補給線和裝甲車輛。同時，少量美軍特種部隊也在前線提供偵察與空襲協調。在這期間，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德國也給予了相應支援。然而，大勢已去的 ISIS 武裝仍負隅頑抗，使得戰火一直持續燃燒到了2015年11月。直到代號“自由辛加爾行動”的第2次攻勢發起，才徹底解放了這片土地。經過數百次空襲和地面進攻， ISIS 在辛加爾地區損失了大量戰鬥人員和武器裝備。此後，他們再也無法重新有效控制辛加爾，只能退守大本營摩蘇爾。辛加爾被重新奪回，是對 ISIS 一次象徵性的打擊，向外界證明哈里發國並非堅不可摧，極大削弱了其對外招募戰士的號召力。伊斯蘭國以扭曲的宗教極端主義為旗幟，在戰火中崛起，短短數年間席捲伊拉克與敘利亞，實行恐怖統治。他以屠殺、斬首、奴役婦女和摧毀古蹟震驚世界。巔峰時期，該組織自稱建立哈里發國，蠱惑全球極端分子宣誓效忠。最終在多國聯軍與地方武裝的聯合打擊下，其控制區域迅速瓦解，歷任頭目相繼斃命，無一善終。極端的殘暴使其成為21世紀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而累累罪行也注定了其覆滅的必然，以及被歷史永遠唾棄的結局。人類文明的進程已鐵的事實反覆印證着同一個真理：任何建立在暴力與恐怖之上的政權，都不過是黑暗中短暫的幻影，必將在正義與文明的審判下灰飛煙滅。خلی در نتانی کردی نتپاییش برای دی. برای دی. بلا اون باش بزانبن و هر دولت زانبه و هر عالم زانبه و هر کسی زانبه چه دولتی کی اردی؟ قال يا زاعده وهم كافر.